2022年对于旗舰手机来说 ，OLED 的屏幕已经是全面标配了啊！采用 LCD 屏的中高端机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，大有一种 LCD 王了的趋势啊。而随着 OLED 屏幕技术的发展，这2年也有越来越多的笔记本用上了 OLED 屏幕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全球首款 2.8K 120Hz OLED 屏幕华硕无双的上手体验，看在 OLED 屏幕和12代酷睿加持下，这款笔记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？OK， 那么按照惯例，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华硕无双15.6英寸的配置规格。15.6英寸 2.8K OLED 屏幕，屏幕比例呢是16:9，支持120Hz 刷新率，屏幕应该是这台机子最大的亮点了。搭载英特尔12代酷睿 i5-12500H 处理器，12和16线程，最高睿频呢是 4.5G 赫兹，16GB DDR4 3200兆赫兹双通道内存，512GB 固态硬盘，机身厚度呢薄至17.9毫米，重量呢是1.86千克，重量呢略微偏重些。电池容量呢是70瓦时，90瓦的电源适配器，重量呢是378.5克。外观方面呢，华硕无双的 A 面采用的是金属喷砂工艺，手感比较细腻啊。左侧呢有一对金属名牌，设计比较独特，并不是贴上去的，而是采用 CNC 工艺一体精雕出来的。上面呢印有 ASUS VivoBook 的字样啊，外观设计还是比较简洁大方的。大家觉得这个颜值满分10分的话，可以打几分呢？可以走一波弹幕。转轴的阻尼感有点大，支持180度屏幕开合。壁面最上方呢是一颗摄像头，采用的是物理防窥开关，可以有效保护用户隐私。屏幕四周采用的是塑料边框，在质感方面呢拖了些后腿。C 面的键盘是1.4毫米的键程，手感偏硬些。ES 键呢采用的是橙色点缀，回车键也做了斜纹的装饰，还是比较有个性的。方向键为半高设计，保留了数字的小键盘，可以大幅提升数字的输入效率。另外，摄像头和麦克风均可以通过专门的按键一键操作。触控板的面积比较大，触摸滑动的时候手感非常顺滑。另外，在键帽、掌托和触控板区域都覆盖了华硕的银离子抗菌涂层，能够有效抑制多种细菌的生长，可以为用户健康带来更加贴心的保护。接口方面，左侧呢有2道出风口和一个 USB 2.0 接口，主要是用来外接鼠标的。右侧呢是2个雷电4 Type C， 40Gbps 传输速率啊，支持 PD 充电和 DP 视频输出。原装是90瓦的 C 口电源适配器，重量呢是378.5克。日常通勤的话，建议还是搭配一个体积较小的 PD 充电器来减轻负担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 USB 3.2 Gen 1的 Type A 接口 ，HDMI 2.0B 3.5毫米耳机孔，拓展性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的办公需求。底部呢则是2排长条形的进风口，两侧是2个2瓦的立式人扬声器，经过了汉曼卡顿的认证，音效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，大家可以戴上耳机试听一下。这回华硕无双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这块15.6英寸的 OLED 屏幕了。相比于常规的 IPS 屏幕 ，OLED 屏幕在对比度、色域、亮度、响应时间方面呢，都有着更大的优势。这也是这2年不少厂商纷纷上 OLED 屏幕的主要原因。另外，华硕无双这块屏幕也是把各项参数都给拉满了，分辨率是2880×1620，标称100%P3 广色域，支持120Hz 刷新率，600尼特的分值亮度，还采用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三星 E4 发光材料。实测呢可以覆盖100%的 sRGB 色域，97.1%的 Adobe RGB 和99.8%的 P3 色域啊，色域还是非常广的。屏幕呢还通过了潘通色彩认证，每台笔记本都经过出厂的足台校色，内置了颜色配置文件啊，平均 Delta E 呢是 0.23， 最大 Delta E 呢是 1.69， 色准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。在正常模式下，实测屏幕最高亮度呢可以达到380尼特，9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370尼特，亮度均匀性表现非常不错，亮度分布如图所示。如果说开启 HDR， 屏幕的分值亮度呢还会进一步提高啊，在显示 HDR 内容时，最高可以达到600尼特，还会从原本的8比特色深提升到10比特。在观看 HDR 视频时，确实会有非常惊艳的感觉，特别是在黑暗环境下高对比场景里面。这块屏幕呢还支持120Hz 刷新率和 0.2毫秒的响应时间，可以带来丝滑的流畅体验啊。因为 OLED 屏幕在显示黑底的时候啊，子像素呢是不发光的，所以说系统默认的这个黑色主题啊，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提高续航表现。不过考虑到 Windows 对于 P3 广色域的色彩管理着实是有些拉垮，尤其是在桌面上会出现过饱和的现象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建议还是开启 HDR 来降低屏幕的整体饱和度。当然，也可以在华硕管家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屏幕色域。至于 OLED 的通病，大家担心的频闪和烧屏问题，我们也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。华硕无双这块 OLED 屏幕100尼特以上呢是 DC 调光，100尼特以下是低频 PWM 调光。日常使用注意一下，不要把屏幕亮度调得太暗就行。打开 HDR 之后，则是全亮度 DC 调光，避免长时间使用眼睛疲乏的问题。
关于 OLED 屏幕烧屏问题，华硕无双呢也做了许多优化。首先，屏幕是3000E4发光材料，具有更长的寿命啊，同时呢还搭载了像素级的补偿技术啊，面板驱动能够监测每个像素的老化情况，然后呢补偿损失的亮度。软件方面，华硕管家中也给出了像素刷新、像素偏移等优化方案啊，较大程度上延长了 OLED 屏幕的使用寿命。像素偏移会使显示的内容发生轻微的偏移啊，避免屏幕长时间显示静态内容导致烧屏。电脑在闲置30分钟之后，也会启动一个特殊的屏幕保护程序，会刷新屏幕像素，优化图像质量。屏保动画的展现效果还是比较酷炫的，有点意思。当然，对于 Windows 笔记本来说，大家最担心的屏幕烧屏区域还是下方的任务栏啊，毕竟是万年不变的。一般来说，可以选择自动隐藏任务栏，但是日常操作效率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。总的来说，这块 OLED 屏幕整体使用下来感受就是鲜艳通透，是一块素质很高的屏幕，十分适合那些喜欢追剧看视频的小伙伴。2.8K 的分辨率，120赫兹刷新率，100%P3色域，600尼特分值亮度，在5K 这个档位上还要啥自行车啊？而且根据目前的趋势来看呢，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笔记本搭载 OLED 的屏幕，尤其是轻薄本。华硕无双是首款 EVO 认证的英特尔12代酷睿 H45 笔记本，具有超能 AI、超快唤醒、超长续航、超繁端口、超速连接等6大特点。同时呢，还要通过25项任务、200个测试和150项验证考验，各方面的表现呢会更稳。大家在挑选笔记本的时候确实可以侧重挑选一些有 EVO 认证的电脑。i5-12500H 处理器基于英特尔7工艺，采用了大小核异构设计，12核16线程，4大核8小核，最高睿频呢是 4.5G 赫兹，18MB 的3级缓存。Cinebench 22是20次循环测试，平均成绩呢是4404首次跑分成绩呢是4645，随后呢会一路下滑，整体波动还是比较大的，但是大多数呢都保持在了4350以上。显卡方面，这次搭载的是英特尔锐举 Xe 核显，集成了80个 EU 单元 1.3G 赫兹的频率。比较可惜的是，采用的是3200兆赫兹的 DDR4 双通道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核显性能发挥啊。实测 3D Mark Fast Track 得分呢是3942，TimeSpy 的得分呢是1081，基本上可以应付一些主流的网络游戏啊。经过实测，英雄联盟 1080P 分辨率下，极高画质，平均帧率呢是91帧左右，基本上可以流畅运行，没啥波动。原神 1080P 窗口模式，默认中等画质，平均帧率呢是只有32帧，有点吃力啊。但如果你想玩一些3A 大作的话，建议还是上游戏本吧。至于生产力创作方面 ，Cosmark 的得分如图所示，总分呢是1666，搭载优秀的屏幕，也适合进行一些简单的 PS 图文工作。接下来是拆解环节，卸下底部的所有螺丝，就可以轻松取下后盖。华硕无双搭载的是缤纷散热系统，6毫米加8毫米双热管，以及一个97扇叶的大风扇。具体散热表现咋样呢？直接来看一下烤机测试环节。室温25度环境下，把风扇模式切换为高效模式。我们先用负载相对较低的 Strix CPU 进行单烤。一开始呢 ，CPU 功耗是58瓦，随后开始下滑至45瓦，核心温度呢是87度，频率呢是3.7G 赫兹。然后再用负载较高的 Strix FPU 进行测试 ，CPU 功耗呢是45瓦，核心温度呢是87度，频率呢是3.6G 赫兹。满载状态下散热表现不错，高温区域呢位于键盘中间部分，最高呢是43度左右。WASD 区域呢是35度左右，不会有啥烫手的感觉啊。不过风扇在满载状态下还是有点吵的，人为分贝值呢达到了54dB 左右。在办公室或者说自习室时呢，建议切换到标准模式或者说安静模式，避免影响到他人。硬盘呢则是全联的512GB 固态 PCIe 4.0四速 TLC 闪存，还配备了散热片，读写速度呢如图所示。不过呢只有一个 M2 插槽，升级硬盘的话只能更换为容量更大的固态硬盘了。内存采用了16GB DDR4 3200兆赫兹的板载加插拔的双通道设计，实际跑分如图所示。其中一条8GB 内存呢为可插拔设计，可以自行更换扩展。右侧呢是英特尔的 AX211无线网卡，支持 WiFi 6E 和蓝牙 5.2。最下方是70瓦时容量的电池，200尼特亮度，120赫兹刷新率下 ，PCmark 现代办公的续航成绩呢是7小时26分，60赫兹刷新率下的续航成绩呢是9小时01分。刷新率对于笔记本的续航时间影响还是挺大的。生态方面，多屏中心支持和手机、平板跨屏协同，可以在电脑上刷抖音、摸鱼，或者说把平板当成电脑的副屏来进行操作。华硕的闪传支持手机和电脑跨系统之间的文件、图片传输，会更加高效快捷。授权之后还能在电脑上拨打接听电话以及远程访问电脑上的文件。不过有点麻烦的是，华硕闪传和多屏协作分别要下载2个不同的 app， 既然是一家用，就不能整合。另外，在华硕管家里面也支持多种自定义的设置可以快速切换电源、风扇模式屏幕色域等等满足不同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。OK， 那么简单总结一波，2.8K 120赫兹 OLED 屏幕搭载哈曼卡顿双扬声器。
华硕无双的影音表现确实相当出色啊，适合爱奇艺党。再加上12代酷睿处理器加持，可以满足日常的办公需求。4999的售价整体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比较适合一些学生党朋友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华硕无双的体验评测了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